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适合生长的地方，你们可要快快长大，听到没？你们跟我一样，都是从龙吟城来到这儿的。我一开始也不适应啊，吃不好睡不香的，但是慢慢的我就适应了。所以啊，你们也要慢慢面对这样的生活，然后呢，长得又快又好的，要比以前更壮大才行，听到没？乖哦。你在跟他们讲话呀？怎么了？不行吗？行啊，当然行了。只不过我长这么大以来，从来没听到过有谁还给自己种的花花草草讲话的。你说他们又不是人，也不是小狗小猫的，哪能听懂你说什么？嘘，小点声，别让他们听见了。万物皆有灵，你怎么知道他们就听不懂呢？再说了，这可是我的独门秘方，只要你每日跟他们说说话，把他们当家人一样照料，一定会长得又快又好的。哦，你看什么？我脸上有脏东西啊？没什么，我就觉得吧，你长得也挺好的。你看你最近心情也不错啊，课中的伙食也改善了不少，这个脸也圆了很多呀。真的吗？我真的长胖了？嗯。好你个大蓝鱼，你骗我！好，不能。哎呀，我这次来找你啊，就想问问你，有没有好好研究一下这个墙上的内功心法啊？当然了，这些内功心法呀，很适合体质阴寒的人，再加上夫人的指点，我觉得最近我进步了不少呢。哦，那既然你自己夸自己进步了不少，就跟你师祖比试比试呗，让师祖看看你有没有进步。嗯，比就比。你的武功也就这样嘛，看来小徒孙以后还要多加练习才是啊。嗯。你的内力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。有吗？娘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体内的经络因为寒气所阻，所以这么多年无法贯通内力。但经过在洞内修炼，你体内的几大经络已经相继打通。真的吗？嗯。你那一掌蕴含了10年的功力，若不是因为你的运气凝息尚不成熟，只怕月儿已经受伤卧床了。啊！你快让夫人看看有没有留下内伤。哎呀，我没事儿，只要你可以打通经络，别说1掌，就是10掌我也能接受。别胡说，我哪舍得伤你啊？我哪是胡说呀？放心吧，我身子好着呢。嘘，没事，就你能伤。荣华，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吧，按着心法继续调养修炼，定会事半功倍，内力大增。是，多谢夫人。走吧。月儿，你等等，我再给你看看伤势。哎，娘，我没事儿。我担心会留下什么隐疾。我先告辞了。哎，花儿，我一会儿去找你啊。娘，您是有什么话想跟孩儿说吗？月儿，
母亲希望你能跟静渊言和。你和他都是纳兰一家留下的血脉，我不希望看到你们之间有什么嫌隙。娘，恕孩儿直言啊，这一次是静渊要杀荣华在先，除非这个静渊自己放下杀念，否则不可能。月儿，你不明白母亲的苦心吗？那一日我冒着莫幻发现的危险护下他们，究竟是为什么？我当然明白母亲您的苦心了。您这么做，既是为了保下纳兰一家，又是为了以后可以跟他们结盟，一起去对付魔头和灵教。如果我们自己都做不到齐心协力，那便会自乱阵脚，更加麻烦的嘛。你明白就好。所以，你必须要拉拢收服景渊。你别忘了，纳兰一家不仅仅是我们灵虚阁的盟友，更是你的血亲。好吧，我答应就是了。等这个金渊平静下来，孩儿会亲自找一个机会跟他好好聊聊的。见过荣姑娘。荣姑娘这是在瞧什么呢？你们刚刚可有看到人影飞过？人影？荣姑娘可能看走眼了吧？我们灵虚阁呀，地处山巅，偶尔会有大鸟飞过。或许荣姑娘刚才就是瞧见那些飞禽了吧？难道是我看错了？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我明明看到是个人，怎么可能是飞鸟呢？这就是赤华珠种子。不错，赤华珠性寒，本来无法在南方生长的。我和阿月无意间发现了这里，本想着试一试的，没想到真的发芽了。这么说来，就算龙吟城花海被焚，夫人体内赤华珠也不会有所影响了吧？赤华珠的凝结尤为特殊，想要等到它花开，需要1、2年的时间，恐怕夫人是等不及了。不过我想了别的方法，不管能不能成功，还是先试一试吧。难道日前你与少阁主请我托人从北荒带回来的冰晶，就是用于此处？嗯。来。荣姑娘身子虚弱，还是让我带吧。还是我来吧。以后每日还得麻烦陆大哥前来照看一下。要是发现有枯萎的症状，就以冰晶入土滋养，千万不可懈怠。我？这件事我不同意。龙吟城有事儿，我必须要回去，这里也不能没有你。你放心吧，这一次回去我会小心谨慎，绝对不会招惹任何是非。你一个人回去太危险了，我说过了，我不同意啊！这件事没得商量。你刚刚为了震碎冰晶，费了不少内力，快把这个参茶喝了。有些事情，我们慢慢商议。
以龙吟城现在的处境，你回去的路上会遇到多少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即便你侥幸的回到了龙吟城，在龙吟城里面又有多少纷争和危险等着你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就算回城路再艰难，我也一定要回去。龙吟城有难，我的家人们都在那儿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有危险却放任不管吧？让我薄情寡义，我做不到。荣华，我并不是不让你回去，我只希望你可以多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想出一个更加妥善的方法的。到时候，我陪你一起回龙吟城。可是路途遥远，你就相信我吧，我一定会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的。我不是不相信你，我是怕莫幻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我爹，我怕整个龙吟城都不会放过你。我不想看到你有事，我也不想龙吟城和凌虚阁兵戎相见。荣华，龙吟城这次被各大门派围剿，完全是有人蓄意操控。即便你回去，也改变不了任何的结局。我并不是不担心龙吟城的生死，只是这件事非同小可，我必须跟我娘商量出来一个决策才可以啊。可是，好了，无论你现在说什么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同意你一个人回到龙吟城的。若我此时出现，他定会猜到我要擅自离开，到时候一定又走不了了。还是算了，待解决了龙吟城之事，再回来赔礼道歉好了。花儿，在你心里我当真这般狠心吗？竟让你选择不告而别。还在生人家的气呢。荣华这丫头，担心龙吟城的安危也在情理之中。你对她发脾气，她就算想跟你说什么，也有所顾忌，只好选择不告而别。错不在她。娘，你也认为是我的错？我之所以会发脾气啊，完全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耐，这脑子一热就想着回去的。龙吟城现在什么状态啊？朝不保夕啊！他也回去，除了送死还能干嘛呀？你们都没错，就是因为都在乎对方的感受，就忘了自己。月儿，你的心思啊，娘明白。凌虚阁会继续给你们安排大婚事宜，待他回来以后，娘就给你们做主。
这一路上，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。我看他怎么安全的到达这个龙吟城。真是，你呀，就是嘴硬心软。若真如此，你又何必连夜派这么多人暗中相随呢？娘，您都知道了。你放心，阁中的人我都安排妥当，不会为难他的。荣华这丫头知道龙吟城的事情，是不可能不回去的，没有人能阻止她。月儿，要珍惜一个人，就要成全，而非阻止。你呀，只要默默在旁相护就好。明白了，娘。娘，您可是在担心莫幻说的那些话？莫幻绝没有那么简单。他将此事散布到江湖，难道是真想让各大门派围剿龙吟城？他到灵虚阁来威胁你我，究竟是为什么？我到现在都没有想明白。此事不会这么简单，我们要多加防范。孩儿知道了。娘，您一定要多注意身体啊，不要太过于担心了。月儿，娘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。谁啊？谁在那偷偷摸摸的？赶紧出来！本姑娘不怕你。哟，你本事不大，胆子倒不小啊！啊，竟然学着我离家出走了。要不是我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怎么可能这么轻易的走出大门呢？我这都出来了，你就不用担心我了，赶紧回去吧。我回去啊？我回去那你呢？我就是回龙吟城看看，等大婚之前，我肯定回来的。你可要想清楚啊！我既然来了这儿，要不然咱俩一起去，要不然咱俩一起回。你这……哎，你就别你这什么的了，赶快想清楚吧。哎，算了，就当今天是出来赏月了，回去吧。怎么了？不是说由我决定去还是回吗？我早就猜到你到底是怎么想的了，这一路上就当磨练好了。不过，咱俩可事先说清楚了，你要保护我的安全，出现了任何的危机，你都要挡在我的前面。我呢，这一路上，就只负责跟在你后面。哎呀，没问题，我会保护你的安全的。不过你要乖乖的听话，要是莫幻把你的真实身份告诉了我爹，我可不会保护你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让莫幻得逞的。龙吟城是你的家，我怎么能置之不理呢？这次我娘在暗中派了灵虚阁的弟子接应，咱们多加小心就是了。只要解决了龙吟城的危机，咱们就马上回来。好吧，走吧。走吧。你还是走我前面吧。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啊，难追。赤华珠乃龙吟城至宝，花海岂是外人轻易能去的地方？你们也不想想，若真如传言那般，花海被毁，龙吟城岂不大乱啊？还能像现在这般的气定神闲？你们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毕竟你们是靠龙吟城相救，得以续命。这起码的信任总是该有的吧？啊，若城主坚决不许外人进入，难不成你们还要硬闯进去？
如此这般，真是中了敌人的圈套啊！你，哎呀！拜见城主。空字堂荣素见过各位掌门。既然各位对我龙吟城这么不放心，那就依各位的意，待花开之时，由我空字堂带领各位进入花海，亲眼见证。也好。为了打消各位掌门的疑虑，也只好如此了。索尔，咱们的空字堂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，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。是。索尔，这花海一事你有什么打算？说说看。整个江湖中，见过真正赤华珠之花的人，其实寥寥无几。我们只需在各位掌门入花海之前改造一番，或许能掩人耳目，拖延一时。只是这真正的解药终究是个问题，我们还得另寻他法才是。索尔，此次派你前去灵虚阁探查，可有探查到什么重要的消息？这灵虚阁阁主是怎么逃过赤华珠反噬这一劫的？阁主体质异于常人，他并未坦言，或许是另有法子。整个灵虚阁戒备森严，想要探出半点消息，简直难如登天。荣素未能完成城主所托任务，还请城主责罚。花海一事没有你的责任，为父怎么会怪你呢？只是我们已经答应了各派的掌门前去花海一看，这件事情还要尽快的妥善安排。是，我定当亲自处理。这些消息肯定是莫幻悄悄地放出去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要对付我们龙吟城。既然如此，他必定还有后手，我们不得不防。这件事情恐怕也瞒不了太久。这到了关键时刻，我们还是得下得去狠手啊！眼下龙吟城腹背受敌，若在这个节骨眼上再与其他门派结仇，日后恐怕更难应付。我们龙吟城岂能是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？既然莫幻想用此事来对付你爹，那我绝不会让他得逞的。现在我们要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计策来。城主，当年我被莫幻所缚，这次灵虚阁之行，你遇到莫幻了？我只是想起莫幻有一幅视若珍宝的画像，画中人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。莫幻时不时会将这画拿出来看上许久，而且他提及此人时语气十分得意自豪。不知城主对这名女子可有印象？此人便是莫幻最得意的弟子，是我的师妹林若涵。当年莫幻总是夸奖说，她是我们师兄妹之间最聪明伶俐的。只可惜后来，她与纳兰一家的家主私奔了，叛出了灵教。这一直都是莫幻心头的一块心病。你怎么会突然问起这个？我只是想到，莫幻闭关多年，我们并不清楚他身边有什么人。若不事先调查的话，日后只怕留有隐患。毕竟此次花海之事
是由莫幻一人在暗中操作。若我们能调查清楚他的行踪，或许能找到此事的突破口。其实花海被毁一事，这林若寒是和莫幻一起来的。林若寒在江湖上已经消失了这么多年，现在又突然出现了，一定是冲着我们龙吟城来的。接下来，龙吟城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，爹也很难预测呀。看来，凌虚阁才是纳兰一家的根基。城主，那容素就先退下了。好，你先走吧。哥哥身上的味道真香，这世上颜值没香者，无人能比哥哥厉害。少贫嘴，是不是又迷路了？我跟你说过多少遍，怎么就是记不住？这是自家的园子还迷路，说出去不怕让人笑话？谁让爹爹偏心，把他毕生的功力都传给了你，我自然不如。你在胡说些什么？哥，你就别说了，这次是我一时疏忽，下次我一定好好学，绝对不会给梅园丢脸的。对了，哥，我听闻容大小姐已经回到了龙吟城，她上次来的时候还是一副有事相求的样子，走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，真没礼貌。我们对于龙吟城来说，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。他们想用就用，想舍便舍。更何况，他们现在本就自顾不暇，哪还有功夫管我们？依我之见，龙吟城就是目中无人，过河拆桥。哥哥以后还是少跟他们来往的好。若是梅家要寻一靠山，凌虚阁倒是比龙吟城有情义的多。臭丫头，我看你是又想去凌虚阁了吧？我就不明白，这凌虚阁到底有什么好，能让你三番五次的前往？凌虚阁看似威严不可侵犯，可阁主却是个性情中人，通情达理，会为别人着想。岂是龙吟城那些无情之辈可比的？我有一事不明啊。我们梅家尚有奇门遁甲保护，那凌虚阁呢？他们靠什么隐藏？怎么江湖中人就迟迟找不到他们的入口呢？哥哥有所不知，凌虚阁与寻常居所自然不同，它依山而建，依靠的是与外界阻断联系，寻常人根本无法进入，只有凌虚阁的人才能带进去。不过，其他入口也并非难寻。你这是去替别人筹备婚事，还笑得出来？
真不知少了什么心眼儿。我对纳兰月确实割舍不下，但或许这世上最好的祝福便是成全。荣姑娘是个心善之人，我挺喜欢她的。若此番能多出点力，纳兰哥哥一定很开心。傻丫头。见过梅少。龙吟城出了此等大事，荣二小姐还有心思筹备婚事？荣姑娘已是灵虚阁的人，阁主不想她受委屈，婚事自然照常筹办。上回梅林烧毁了不少梅树，实在失礼。梅少宽大不追究，但藏妻心中有愧，一直想找机会赔不是。梅林损失多少，我一并承担。梅园是小，可是妹妹，我就这么一个。悔婚之事虽已平息，但是此番让雪曼亲自去操持婚事，我不知林夫人有没有替舍妹的将来考虑过呀？哥哥，阁主早有交代，特意遣在下来，缘由梅少细听。愿闻其详。其一，阁主已认梅姑娘为义女，论亲疏为家中喜事。其二，梅姑娘蕙质兰心，才德双全，能得她相助，协办大礼，乃灵虚阁大幸。这份情谊，无论是阁主还是少主，还是荣姑娘，都不会忘记。雪曼多谢阁主考虑如此周全，该道谢的是雪曼才对。阁主既考虑的如此周全，我也不便再多说些什么。不过，此番若是有机会的话，我倒是希望能见一见少阁主和荣姑娘二人。毕竟，梅家与灵虚阁已为一家。先前雪曼认阁主为义母的时候，时间颇为仓促，我们也没什么准备。此番少阁主大婚，无论如何，我们也该备一份厚礼，当面祝贺才是。梅少有心了，但婚事琐碎，不知能否安排入阁相见。你的心意我会转告，若有机会，定做安排。那就有劳苍七兄弟了。好了，哥，你就别啰嗦了，我这就随苍七前去，你的心意我会替你转达的。我们走吧。梅少，告辞。莫非纳兰月与荣华并不在灵虚阁中？否则，以阁主的性格，定会避嫌，又怎么会让雪曼前去帮忙？若是荣华真的离开了灵虚阁，以龙吟城目前的形势，说不定我还有一线机会。先前你千方百计要从北荒求取冰晶，可有派上用场？若冰晶能让赤华珠提前开花，想必夫人的反噬之毒就不会有大碍了。最好如此。其实你心里明明也担心阁主的安危，否则又怎会辗转托人特地从北荒弄来冰晶？既然如此，你为何不能尝试着去了解一下阁主所想的？我从始至终所针对的只有纳兰月一人，而非阁主。可阁主最割舍不下的，偏偏是你所针对之人。起初，阁主和你一样，对龙吟城仇恨甚深。他此生的愿望，就是杀了荣景峰，报仇。但当初，少阁主和荣华姑娘在一起时，他十分不理解，甚至加以阻拦。可荣华姑娘丝毫不畏惧灵虚阁之势力，她费尽心思，为阁主研制解药，甚至为了阁主，从龙吟城偷取了解药。就连现在眼前，能够救阁主的那颗赤华珠种子，也是她从龙吟城里面偷取出来的。若我们心中只有恨，就感受不到别人的善意。如果没有荣华姑娘，阁主能撑到现在吗？天底下善良之人无数，纳兰月为何偏偏娶仇人之女？
这仇恨和他两人无关。如今，阁主一手撑起的是纳兰一家的仇恨与未来，你可曾想过，这对他而言多么的残忍？他创立灵虚阁，能撑到至今实属不易。而你们颠沛流离，是他心中最深的痛。而且你们的回归，有可能让我们整个灵虚阁的平静荡然无存。他唯一的希望是家人平安，他希望不再受前仇所累。这一切血债血仇，让荣敬风一人偿还即可。切记，莫再伤了阁主的心。阁主在一天，我就不会动容化。但想让我放弃这么多年来的深仇，没那么容易。我纳兰家所经历的一切，我不求你能够感同身受，但也绝非是你三言两语就能够化解得了的。你在灵虚阁，许多事无需再多言，你可以慢慢去感受。这个陆一舟，倒是与纳兰月颇为不同啊。这又是你那师姐相求，让你暗中保护她儿子。这么多年，师姐一个人也不容易，我帮她分担一点，也不为过吧？这龙吟城之事，既然是明尊放出来的消息，按理说他首要对付之人应是荣敬风，应该也不至于牵连纳兰月。这林若寒有何担心的？为人母者，放心不下，这也是人之常情吧。哦，对了，玄烨那小子是不是还在小雪门外徘徊？据说是一直守在门口，寸步未离。那就让琉璃绊住他，总之别让他回龙吟城，能削弱一些龙吟城的势力，总是好的。这小雪盟的事情已经这么多，还要替别人的儿子操心，真是莫名其妙。夫人莫生气，有劳夫人。你干什么？我以为这么些天杵在我门口的是块木头呢，原来木头也会有反应啊！我已表达来意，若小雪盟不答应，我是不会轻易离开的。小雪盟的规矩不能轻易改。不过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不管小雪盟什么要求，龙吟城都会答应。小雪盟的规矩是不能改，但倘若龙吟城与小雪盟联手，那就另当别论了。如何联手？眼下龙吟城花海被毁的消息尽人皆知，想要隐瞒恐怕为时已晚。且不论这个事情究竟是谣言还是真相，但想要解决这个麻烦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用另一个真相来掩盖它。不知琉璃姑娘有何计划？唉，自然是要制造些动乱了。不过凭我一人之力可无法做到，得玄烨公子你助我一臂之力才行。可我这小雪盟之人都被你给打倒了，
今后我的安危就归玄烨公子你负责了。意下如何？如此一来，又要耗费数日，我担心龙吟城。那便罢了，这个麻烦你们就自己解决吧。我该如何配合？往南。先弄清散播谣言的各大门派的底细。